嗨，大家好。在2020年的1月2日，元旦刚过，台湾国军的一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在宜兰新北交界处的山区坠毁，包括台军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的8人遇难身亡，另外有5人幸免遇难。据说这5人都是坐在后排，但还没有最终证实。这13人中，将官有6人之多，其中上将1位，中将2位，少将3位，其中5星陨落，5星幸存。待会儿我再给大家解释这些星星是怎么计算的。这个型号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是在阿扁时代一共采购了60架，后来奥巴马时代批准，单价新台币6亿多。本来是给陆军的，后来15架给到了空军，15架给了内政部空勤总队做赈灾救难用。这个飞机可以说是很新的飞机了，2015年开始交机，2个月前的2019年10月才刚刚成军。这是2019年10月台中龙翔基地黑鹰直升机成军仪式，所以出了此次事故之后，另外的飞机也全部停飞检修了。而这位沈一鸣也成为国民党1949年败退台湾后因公殉职中军阶最高的将领了。大家可能并不太熟悉国军的这位参谋总长到底是多大的官阶，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参谋总长到底有多厉害。好，首先来介绍一下国军的军衔。国军的军衔将官分为特级上将、1级上将、2级上将、中将和少将5类将官。星星呢，分别是从5颗星一直到1颗星。其实呢，早在抗战之前，前3个上将其实都是3颗星，后来呢，在46年换装美式军服之后，才改成543。所以可见，4星上将指的就是国军1级上将，而5星上将指的就是特级上将。说到特级上将啊，也非常的好记。国民党自北伐成功之后，一直到现在的台湾，有且只有一个特级上将，就是这位我们的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在1935年被授予中华民国特级上将军衔，直到1975年蒋中正死后，再无第2人获此军衔。对于1级上将来说，也就是4星上将，其实也非常的少。国军最早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等一批大佬。到台湾最后一个1级上将是在2009年授予的林振仪。马英九时期呢，担任参谋总长，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后的一个4星上将。接下来就是2级上将了。我们这次的主角参谋总长沈一鸣，就是现役的3颗星2级上将军衔。其他的比如说陆海空军司令，这些呢通常来说也都是2级上将。其次呢就是2颗星的中将和1颗星的少将了，那这些呢就比较多了。所以此次黑鹰直升机上面的将官非常多，一共10颗星，其中获救的2中将1少将共5星，免于遇难。但最重要的是，遇难者中有一个3颗星的2级上将，是49年之后国军因公殉职的最大官阶了，而且他的这个职务参谋总长也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我们接着来看。台湾的国防部分为参谋本部、陆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后面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宪兵指挥部、后备指挥部等等啊。那参谋本部排在第1位，也最为重要。最高长官参谋总长可以说是国军的军令幕僚长以及3军联合作战的总指挥。这个职务为什么关键？这个就要说到台湾国防部的构成了。其中国防部长1位是2级上将，我们可以看到跟参谋总长的军衔是一样的。下面还有2个副部长，一个管军政，另一个管军备。那军政副部长呢，可以由文官来担任。那如果是军人的话，那这2个副部长通常也都是2级上将军衔。另外一个就是参谋总长了，主管军令。参谋总长是掌握军令系统的最高长官，可以说统帅海陆空3军，非常的重要，而且必须是军人，通常来讲也是2级上将。这就是台湾军方国防部下面最重要的3个职务了。通常主管军备看起来没有主管军政和军令那么重要，而这位沈一鸣在担任参谋总长之前，担任的就是主管军政的副部长，这2个重要的职位他都做过。那再下面的呢，就是海陆空军司令了。大家玩军棋的人一定以为司令是最大的，但其实并不是如此。那如果你作为一个军人只从军而不从政的话，最高其实就做到参谋总长了，可以说是对不从政的军人来说的最高职阶了。那如果你要继续从政的话，还有2条路可以走。
一个就是做国防部长，另一个就是做国安会的秘书长。这两个职务中，国安会秘书长隶属于总统府，由总统来直接任命；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在行政院长之下。但实际上，现在台湾这个职务也是由总统来任命的。这么重要的职务，行政院长是没有资格来任命的。虽然行政院长是国防部长的长官，但实际上行政院长是没有任命权的。因为在台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行政院长换的要比下面的部长还要勤。我们都知道，蔡英文不到4年已经换了3个行政院长了，而在马英九和陈水扁时期呢，也是8年换了5、6个，基本上平均在位也就1年多吧。看起来这个职位非常的短命。好，再说回来啊，那国防部长和国安会秘书长这2个职位呢，除了军人可以担当之外，也有很多文官来担任。比如国防部长，我记得蔡明宪就是一个文人，而国安会秘书长呢就更多了。阿扁时代的邱毅人、神秘的微笑，以及马英九时代的苏起和金溥松，这些都是文人。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在黑鹰坠落之后，蔡英文出来对此事发表看法的时候，站在身后的一个就是左边的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外交官出身的文人；右边的是国防部长严德发，退役的2级上将，军人出身，之前也做过参谋总长。所以说，一旦有战事发生，那么由军人和文官所组成的国安会，再和国防部长和总统一起来做出决策。虽然总统是3军统帅，但他是不会打仗的，而最终实施作战并具体指挥的最高长官，其实就是这个参谋总长了。所以可见它的重要性。所以一般国军系统的军人升迁道路是，你起码要先做到海陆空任何一个军种的司令，这个是必须的前提。而后做国防部的军政和军备的副部长，主管军令的参谋总长，这是作为军职最高的职位了。如果想更进一步去从政，那就去做国防部长或者是国安会秘书长。当然也有些做过行政院长啊，比如阿扁的第1任行政院长唐飞。但现在军人如果做行政院长几乎很难了。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沈一鸣的履历。从2015年到2018年，他任空军司令，所以他是空军出身，曾经也是幻象2005首席试飞官，非常的优秀。2018年到2019年呢，任军政副部长，刚才提到的2个副部长之一。2019年的7月1日到2020年的1月2日，任参谋总长。而且如果小英在1月11日连任成功的话，那这位空军出身的参谋总长是否会去接任国防部长或者是国安会秘书长的职位呢？不知道，也许小英更中意的是另一位海军出身的将官。所以综上所述，这位参谋总长的职务非常的重要，也成为台湾因公殉职的最高职务了。我查了一下啊，上次有这么大的军官也是飞机失事，就是于豪章了，但是他没有死，最后是终身残疾。那是在1947年的昌平演习期间，因坠机意外而残废。我不知道为何代号叫做昌平啊，不知道跟北京的昌平有没有关系。那时呢，于豪章在飞机上也是3颗星的2级上将，时任陆军总司令。因为当时蒋介石还健在，所以他和蒋经国都很看重此人，有意任命其为参谋总长，并晋升为陆军的1级上将。但这样一个人事任命案，因为这次坠机的意外而搁置了，这样反而给了其他人大好的机会，也就是当过8年台北市长、现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的郝龙斌的父亲郝柏村。郝伯伯是1919年民国8年出生在江苏盐城，刚好比我爷爷小1岁，当然跟我爷爷一样啊，非常的长寿，都活过了100岁。坠机时呢，郝柏村当时只是参谋本部作战参谋次长室的一位次长，而后也做到了此前于豪章的陆军总司令，再之后晋升为4星1级上将，并担任了参谋总长这个职位长达8年之久。如果没有那次坠机事件，这个职务应该是于豪章的，没有问题。然后蒋经国去世后，郝柏村更晋升为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一度有实力对抗刚刚掌权的李登辉，实实在在的成为党国大佬。可以说正是74年的那一场空难改变了后来台湾的历史，也不禁令人唏嘘啊。好，说完了国军，我们再来说一下共军吧。大家知道吗？共军其实也有过黑鹰直升机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台断交，中美建交后，迎来了破天荒的蜜月时期，一口气购买了24架的
S70民用黑鹰直升机，单价售价为700万美元左右，在80年代。所以中国对黑鹰来说并不陌生。现在我国的直升机与这次坠机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对标的就是直20，性能指标不差，但有待后续高原飞行的考验。好，军事装备我们点到为止，不是重点。下面我们来说一下两岸军队职务的对比。其实刚才提到的台湾军方的职务，中国大陆方面有一些有一些没有。比如参谋总长，我们这边也有，但称呼有所不同，我们叫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两边就都有了，而国安会秘书长我们这边就没有了。由于我国是党指挥枪，所以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来领导。当然，军委最大的就是军委主席了，也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下设军委副主席，通常来说都是副国级，但是邓小平和刘华清除外。再下面就是军委委员了，通常都是4部的首长和各军区的司令员了。4部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4总部的简称，分别是总参谋部，就是总参谋长，还有总政治部，最高是主任，还有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都叫部长。那4部首长和各军区的司令员谁大呢？级别都是正大军区级，类似于省部级。但是在我国，军委是通过4总部来领导全军的，所以4总部领导职务更高，而不是级别高。4部当中，总参的总参谋长主管军令，通常是上将军衔，而总政治部主管政令，通常也是上将军衔。这2个部的重要性要高于其他2个部，虽然级别一样。这跟刚才提到的台湾的主管军令的参谋总长和主管政令的副国防部长有些类似，但最大的不同点是，我国的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是没有隶属关系的。国防部属于国务院，总参谋部属于中央军委，2个部门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而且我们国务院的国防部实际上呢是有名无权，因为所有军队的调动都在军委，所以出动一兵一卒都是中央军委的决策，授权的总参下达作战命令。简而言之，跟国防部长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按照惯例，都是由一位军委的副主席来兼任国防部长，而总参谋长不过是军委的常委。所以如果说国防部长比总参谋长高，也是因为在军委的级别高而已。而且国防部的下属机构实际上就是总参谋部下面的相同机构。简而言之，一套班子2块牌子。比如相同的一批人，在国务院叫国防部外事办，在总参叫做总参谋部外事局。虽然叫国防部外事办，但国防部长没有任命权。这个跟台湾的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完全不同。台湾的国防部长可是参谋总长的顶头上司，非常的有实权。好，最后就是大家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的军队到底应该叫国军还是台军呢？我想这个问题不应该来问我，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当然是蔡英文了。不过我可以给个建议啊，如果国民党执政的话，就叫国军，不是国民党军，而是国民革命军。如果是民进党执政的话，就叫民军，不是民进党军，而是民主自由军。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